好，嗨，我是一宽，好重哦。好，一样挑3团来看。那今天我想要加赠1团，好不好？好，第1团幽灵水晶。我猜这个编舞应该跟以前《原子少年》编地球同一个人，因为有过山洞的动作。但我觉得女生做起来就不会那么别扭了，还 OK 啦。该怎么讲？我觉得可爱这种风格啊，我并没有偏见，但可爱算一种剑招，就像你跟别人比赛打电动，你选一个很 OP 的角色，所以你绝对会有一个程度上面的分数，因为你很容易赢，比较容易赢。那我认为可爱风就一样的道理。因为你在如何市场上都有一票人，只要可爱风都会跟推出的产品，从0分到100分好了，基本上只要20分，你就算及格，因为你就可爱风。但如果你能够让你的作品制作物啊，包含音乐跟舞蹈拉到60分以上，那会更有精彩度嘛，会更有专业深度，那又一样可爱。对，所以我觉得可爱风没有错。那目前我觉得音乐都可以，但舞蹈动作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比较单一，比较少了动作之间衔接的流动感。对对对，有重拍1拍1个动作为主的，当然也好看，因为他刚刚那个摇屁股有一些 combo 连结还可以。悠嘞悠嘞悠嘞悠，不错，让那个脚可以有可爱感，又有幽灵感。我觉得品轩是从别团过来的感觉，因为他的表演态度比较没那么幽灵，当然也 OK 啦，也及格，但觉得他好像到别团也 OK 啊，因为他程度也不错，他好像也蛮适合到日光或是薄荷水晶之类的哦。那个芝婷她跳舞跳得不错哦，她的表情也做得很漂亮。那可以修正更好的地方就是她的律动，她律动现在比较完全掉下去，然后再弹回来，当然也对。但因为刚才整体来看的话，大家律动没有做到那么深，所以如果全部都跟一样深的话就成立。那因为刚刚变成她一个人特别深，就好像她想要跟别人不一样。一品还饮品啊，一品吧。你刚才那一段出去有一种很 idol 的表演风格，很像 AKB 会出现的表演方式，就很王道偶团的这个手，那种我把我的爱通通交给你的那种概念，这个可以留。但我会建议你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你的眼神要再更诚恳一点，因为刚才好像稍微卡在中间，如果再多一点点的话，会看起来更诚恳，宅男也会更爱你。这一段 dance break 芝婷跳得还不错，要改的地方就力道吧，因为我有发现现在台湾这一辈的年轻人好像都不太会跳街舞，可能会跳 K-pop， 会跳 cover dance， 但都不太会跳舞啊。我这样讲会很像老古董，应该不会的，因为其实日本跟韩国他们再怎么跳 K-pop 风格，一定会训练街舞。对，那刚才那段因为 dance break 你就不能够用唱歌来假装你的动作可以跳得不够大，就会感觉他们的水准跳舞的能力没有到很高。那当然也没有不可以，因为女团确实不用到太强，有时候太强反而会让男生有距离感。那刚才那个的话，或许对不会跳舞的人而言，反而刚刚好。对，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很麻烦，就是你要选择要很专业有强度呢，还是你要不够强反而刚刚好？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很偏爱很强的女生，就算我们讲男女平等，但就没有平等。我觉得就是如果幽灵的成员他们也喜欢跳舞是这样的感觉，观众也买单，那就 OK。看你要用市场考量，还是要用艺术家的心态考量，两个都没有错。
好啦，我觉得这一团有时候身为男生这样看过去啊，会觉得青涩，没有太专业，所以反而有点可爱。对，当然这跟强弱无关，就是有关啊，或许有关。这一团我觉得还蛮难讲的，因为你不知道该用很日韩的专业角度看，还是要以台湾我们会有的萌萌市场来看，因为都对啊。我再看最后一段就好了。还可以啦。就如果看习惯的话，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虽然你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有啦，我觉得仔仔应该会有点感觉吧，因为没有侵略感嘛，对不对？然后这一团我觉得怎么剪之庭嘛，我忘了，就那个戴一个熊耳朵那个，他看起来个性好像不太好。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程度其实不错，我认为他跟品轩特别这两个，其他也可能有一些我还没看到的潜力。他们如果换到别的团，我认为也会成立，因为这一首歌的速度跟舞蹈的流畅度，并没有到那么能够凸显他们的表演实力，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水准。去跳别团的舞，可能也会跳得不错，对，还可以啦。身为一个男生，不会要求女生要太强，反而有些宅男魂有一点燃烧起来了。好，下一个，2023央哈卡嗨客青春舞蹈大赛，桃园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举办的2023央哈卡嗨客青春舞蹈大赛，接受报名，有高额的奖金等着你。那我先跟各位分享一段他们准备的精彩影片。跳那么激起来，好色中华跳舞，每个街跳三对面上你笑容的功夫 ，Asians 跨进步，还上会好爱跳，一地有人不用自跑，就爱嘎嘎手指，看你心急如焚，吃不了糖豆腐，麻婆豆腐讲的每一句都太辣，因为喝了58度，金门高粱，旁边的气得被我瘙痒，想被包养，他的梦想黄皮肤的男朋友可以玩很久，中华豆腐配上皮蛋黑白相间，像是潘达，乡下来的纸盒弹珠汽水不喝下啦，尬死了都没有例外，拜托说客家。变色跳那么激起来，好色中华跳舞，每个街跳三对面上你笑容的功夫 ，Asians 跨进步，还上会好爱跳，一地有人不用自跑，就爱嘎嘎手指。好，以上就是2023央嗨咖嗨客青春舞蹈大赛，主打我们台湾的客家文化，融合街舞4到8个人一团的排舞比赛，奖金总额高达24万，只要得到前13名都有奖。那以前我也都到处外面比赛嘛，那这个过程中你会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喜欢跳舞的朋友，未来想要当舞者的朋友，甚至想要当艺人的朋友，你们真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所以最好是我可能凑你们凑了13团，24万嘛，我们对分的话，我也可以拿12万。好，开玩笑的。有没有冠军其实没那么重要，在过程中多累积才是王道。当天除了比赛以外，现场还有这个嗨客市集，会有超过20个单位然后把客家美食然后融合一些 YouTuber 去做一些独特的分享，也会有客家音乐的演唱，知名的客语主持人带领活动的气氛。10月21号下午1点到7点，在中立桐花广场。详情可以上 Facebook 搜寻桃园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或嗨客青春舞蹈大赛，快去报名参加啊！好，下一团要哪一团比较好呢？哦，这个刘妹人家播的水晶。好啦，我觉得他们这一团的侵略感太强了，不 OK。刚刚看一看啊，他们这表演啊，会让有一些商品的形象啊，或许会下滑，好，因为不够健康哦。这个太有侵略感了，真的太有侵略感了。啊，没有啊，我如果是男生，然后我跟哈利假如是男女朋友好了，他可能不会想要，对，但如果好了，回家摸他的头，我的手会被他的针插到，这个太有侵略感了啊，怎么 OK 呢？
我开玩笑的啦。我知道那一天评审有讲到关于侵略感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些看法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以前小时候我编的第一支广告舞是卡拉姆酒，你们可能看过，因为当时在台湾真的很有名，到处都在播。我一点都不觉得我编那支舞，所以我很骄傲，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反正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想到了我当初拼命的练舞，还有练到吐过，舞团去比赛得了很多冠军，我也去美国进修，回台湾接到的广告编舞，我突然要编这样子的卡拉姆酒的舞，我觉得到底在是怎样？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那有2个角度可以探讨。第一个就是表演者啊，有没有为了商品的可爱 image 而改变他们制作物的必要？那第二个就是客户端有没有必要为了某些广告魂去改变更上层客户的看法？因为你们要知道，当天台下的评审们是广告代理商，那其实广告代理商他们也有上头，就是真正的厂商客户，比如说可乐果好了，最上层的客户他们就是想要健康、有可爱、有阳光，那你的动作当然就不能够太街舞，你不能太酷，你就是要可爱一点的，因为那就是他们觉得台湾人要的，台湾人要看的，也觉得这样动作像可乐果。变成广告代理商，他要不要去争取啊？因为我们的广告，我们有这个计划、这个企划，但会比较酷一点，你们可以接受吗？那要想办法说服他们嘛。但也有可能你说服失败，你的公司就会因为你这句话，大家都接不到这个案子。对，所以我觉得在不知道广告代理商的胃口的情况，就要上台比赛被评分，那个是很难刚好切中胃口的。后来那件是幽灵水晶得名嘛，所以这就是台湾的主流。我们要就是比较可爱的东西，但我们也只能接受它，不然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对不对？反正我觉得两边呢，表演者本身跟广告代理商两边都能够去做一些互相的调整跟沟通，让我们以后做出更好的广告，好不好？好，下一团紫月光加日光之城。哎呀，这个开头就一定要讲一下，为什么只有 Phoebe 有做出那个感觉呢？因为这种动作，你如果身体有一点歪掉的话，你这样做就会看起来很奇怪。对，那只有 Phoebe 它是有正的这样去做，所以这个质感才会出来，力道的控点会出来。那因为他这边的人是用肩膀做动作，那其实肩膀很多人不会去练到肩膀的点，对，可能前后的打点，然后上下。对，这个可能比较少会练到，通常我们都只练大手大脚。对，那这个开头就看到了很大的破绽哦。因为这个舞风啊，开头那几段我就觉得很难跳，是比较像那个以前美国艺人贾斯汀的风格。它有很多的顿点，然后动作要软中带硬，那这个硬你又要去定住它，才会有那种漂亮的掌握感。对，那刚才的开头，我觉得只有Phoebe一个人有跳出来，其他我觉得都还哎呀，这个有点动作的拿捏度，因为动作有时候我们这样做是一个做法嘛，那有时候这样做这个做法嘛，你要定格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定，也会有人这样定，音乐不同，你也会变成这样定，让你的定会有呼吸的感觉，但这个就觉得跟音乐都没有达到，因为我们很习惯跳一些很爆的舞，因为其实 K-pop 大部分的舞都很爆，动作都会比较往外放、往外丢，但这首歌是比较包在里面的，所以你的动作、你的定点如果没有跟着包的话，就会感觉突兀。像刚才那个散开的地方，我就觉得很突兀。这个部分当然编舞老师跟做音乐的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音乐不容易让舞蹈变得爆。那他们如果舞蹈功力没有很深的话，就跳不了要收的舞，因为其实越爆越简单，越收越难。这个舞太难了啦，这个舞的难度真的太高了，我不觉得他们可以驾驭。Phoebe 有驾驭的很好，他有做到，其他4个人我说实话不及格，
当然不够考虑到艺人的程度，就编这样的舞也算一种不好。对，不过如果他们都很会跳的话，这个舞会超强。当我手上睫毛膏，要比你们跳更高。Like the earth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is natural. In this ground I'm crowned. So you should follow this rule. 哦，我觉得 Phoebe 超棒的，做得很好看。然后他前面从唱歌的态度延伸到跳舞的这个接点啊，他完美的衔接，他没有任何的我要转换给你看，他就直接就转了。Phoebe 的程度绝对在这整个节目是一流的。我觉得布林都差一点点呢，布林他也有一些水准在，因为以前看他表演这么多支舞了嘛，但他有时候会卡在一个没有很完整的把动作做出来的情况下，他的表情又想要做点什么，对，他会让我看到这个部分是可以调整。我觉得梦的 vocal 不错，这首歌我认为驾驭的最好就是Phoebe 跟梦。现在说出口 ，That's the final wake up call。你闻见了爱不一样的。那刚刚那边唱也很好啊，喜用他是比较低调的啦，我觉得这个人一直都很低调，就他表演的时候不太会 show yourself， 英文这样用嘛 ，show yourself， 就是他比较客气一点。那我觉得他可以再不要脸一点会更好。他跟闪闪的那个不要脸度，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应该会最平衡的。对，因为闪闪他有时候会太多，喜用有时候会太少，对，要合一下。不行，看不下去，跳还烂，而且还没礼貌。我想看编舞老师原本是怎么跳的。好，我刚刚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我拿到了编舞的影片，对，我想给你们看。Keep your manners. It's time to break the cycle of this game. 现在警告 watch your step. I heard a lot of rumors, but don't care at all. I'm just talking about your attitude. Listen up, you cross the line. You gotta know your place. You 跨越了底线。还一个看到你扯爆你吗？当然，我不认为编舞跳得好，他们跳不够好就他们的错，我不觉得。我觉得编舞也有责任，因为他没有抓到每一个人适合的动作跟他的风格，从音乐到舞蹈，成员都不是很能够驾驭得了。Phoebe 还不错，其他就要加油了。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幻蓝小熊加黑曜精灵。I like K-E-I-T. I like you. I like you, boy. 刚好他们的表演风格也呼应到了上一团的这个侵略感。那他们团有到像幽灵那么可爱过头吗？我觉得也还没有啦。我认为可爱跟阳光的这些范围，我们要去思考他们到底哪边不一样，要用什么样的元素去让它的成熟感跟可爱感凸显出来。这是很多制作人跟唱片公司要探讨的问题。音乐很好听耶，虽然鼓声我个人稍微觉得还好，但因为它曲风就是有点偏放克感一点点的，个人以跳舞的角度来说，觉得稍微不够了一点点。如果鼓声再多叠一颗，可能就会更好了。阿用又唱中文了哦，他真的还蛮厉害的。我记得那天好像录影那天，我好像有看到他在旁边狂练这首歌，狂练。对，因为好像突然要换他上场嘛，好像只有1-2天准备，然后就上去了，分不出来他有狂练过，表现的还蛮熟练的。
哦，我觉得很棒啊！它这个制作方向、编排啊、音乐风格啊，就你虽然亮，但你不会太幼感，也不会太有侵略感。对，我们就先假设侵略确实有一个界限好了。那他们确实有在一个很保守的范围中。那我会认为这样的作品也能够说服那些老古董。因为有些老古董他们就看不懂比较有侵略的风格，就是比较后现代嘛。但刚才的表演能够看出来有一些程度的小落差，没有到很多，但小落差。因为像立安他有些动作，可能因为他要唱歌吧，细节跟角度就做的没有旁边的人来的那么立体。当然那个很小问题啊，可能讲1分钟他就可以改，1分钟就够了。对，那我最惊讶的是说黑曜成员跟幻蓝的制作物搭在一起啊，其实还蛮顺畅的，还蛮合的。当然舞蹈还有一点点不够缜密的地方，不过整体大范围来说是完全可以给一个赞。刚刚的那个脚踏步啊，我觉得跟音乐比较没有那么吻合，但可能比较适合他们当下的状况，因为他们要拿手麦跳舞跟不用拿手麦跳舞是完全2个不同的次元的，也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用服装跟头发还有音乐的亮度，让整个现场的感受往上提升了很多，所以动作不用到那么杂或那么合音乐，我觉得是可以被协调的。等一下，我现在暂停的表情，逼斗的脸超好笑，我要截图。好，这边太明显了，宇轩的右手是断掉，是不是？我刚讲话会不会太呛？他又不是我学生，我不应该用这种口气讲话。如果你唱歌的时候，在舞曲的时候没有出来，就会觉得尴尬，会有种卡拉 OK 感，就去唱钱柜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都手就这样唱嘛，我们手很少会有人这样唱。但你在舞台上要很经常的，而且要很适应的，把手去做任何你唱歌的动作。你如果不知道手要怎么摆自然的话，很简单，上跟前跟旁边，上面，前面跟旁边的手可能不用这样，因为女生嘛，手可能要稍微这样有弧度，跟这样子的手出去，你的手就会感觉比较灵活一点，不会刚刚那样呆呆的站着，你就这样唱，你就感觉在偷懒啊，这样怎么可以，对不对？立安棒棒哦。刚刚那整段看下来，我觉得还蛮爽快的，很好看。音乐把观众的感受带到一个高点，很棒哦。这个制作物也是很精准的。立安表现的也很好，刚刚我不是也说棒棒嘛？当然他也有一点点小缺点，小的是可以更好的。比如说他起来的时候，他的手放在大腿跟腰中间。那这个地方会让人觉得有点问号，说你放这边到底要干嘛？会少一种表演者的体态，就会突然变素人。还好都没有很明显，吕璇也在这首歌表现的加了很多分。幻蓝的人不用特别讲，他们很稳，好吧？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了，就一段。对，他们刚才有一个分配我认为某团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有些团特别爱把 vocal 丢到最前面。但其实对我来说，你飙高音的时候，你的视觉就会落掉，除非你很强。他们刚才把高音的 beat 放到最旁边，然后让其他人去唱另外一段，所以他们2个声音搭在一起，你的听觉会两边同时在跑嘛，但你的视觉也不会乱掉，因为它可以让比较能够把舞跳干净的人放到最前面，然后飙高音的人放后面，这样你的整体视觉不会乱掉啊。所以要我要强调100遍都 OK 的。台湾制作人不要总是把飙高音的人丢到第一排，因为搞不好你会害了他。我看到立安有一个问题，之前好像都没发现，我现在突然看到是他有时候表情会突然没有，因为他笑起来很好看，他会突然没有了笑容，然后又赶快再拿起来。你就觉得，他不是都笑很甜吗？他不是很可爱吗？正妹吗？怎么突然不笑了？可能他们上台前呢，有跟他们的老板婉若姐，我等一下想要喝奶茶。婉若姐说不行，你要把舞跳好，你跳好我请你喝好不好？好。然后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怕喝不到奶茶，所以刚刚上台的时候就笑一半，突然脸就降掉了，然后就再赶快回来奶茶，
对，不好笑，对不起。好，这团我觉得还不错哦，他们这个表演啊，真的很棒。所以这代表人要配适合他的音乐，跟适合他的舞蹈，跟适合他的服装。因为幻蓝小熊这一团啊，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有注意到自己的点啊，就可能他们比较年轻吧，所以在做制作物的时候会比较讲究有几个重点，然后韩国那一套有带过来做。那当然这个产业不同啦，因为以前的唱片业啊，或以前的音乐啊，或比如说乐团好，情歌也好，芭乐歌也好。我认为跟现在的唱跳都属不同专业，因为以前要准备一首歌的注重点长这样，那现在要做唱跳的注重点是长这样，那完全是不同的专业领域。艺人都没有错哦，你们如果觉得哪一团表现得不够好，要骂就去骂他们老板，不要骂他们艺人。艺人都是很无辜的，他们都是要努力把歌舞练好的。好，我讲完了，我强迫自己赶快把影片拍完，赶快补完。之后可能会挑一些我觉得想拍才拍，不会全部都拍，因为全部每一团都讲也有点太多。那有些表演说真的也没有到那么好看，我挑着拍哦。好，过阵子我就要回去日本了，然后最近大概就约一些饭局嘛，一些朋友见面啊，一些情勒啊，还有一些跟我借钱不还的。对，那接下来我相机应该还是会带到日本，或者我用日本那台拍，那就有时间就拍，因为我回日本也有很多事要做，那就不知道讲什么，拜拜。